大家好，欢迎来到轰隆兄的频道啊！这一则影片啊，我来教大家如何用酪梨种子以最快速而且成功率最高的方法种出我们可以吃的酪梨啊。你平常在吃酪梨的时候那个酪梨中间通常都会有一颗种子啊，然后尽可能去挑那种种子大颗的啊，饱满的。然后很多人是直接把它拿去泡水啊，泡到长根跟长叶子之后再把它拿去种，也可以直接把它种在那个土，然后再浇水。我拿给各位看，有些人是用这种盆栽，我是这种是直接种在土里的，然后它就是晒到太阳，它种子就会这样子产生绿色，去跟阳光做抵抗，然后长出这样子新芽。但是这样子直接种土，我个人实验过后有个缺点，就是你的种子的那个发芽率会比较低，因为你那个种子这个东西，你如果刚吃完，然后把它拿去种，它是需要水分，就是它要泡到水才知道它自己需要发芽成长。但是你如果像这种种在盆栽的，直接像这样子插在盆栽的你就是要浇水，常常浇，它才有办法种子裂开发芽但是你这样子在浇水的时候，这种外面的土它通常会比较多的那种杂菌真菌类的所以有时候难免有几颗种子是发霉死掉的。我那边丢掉了，起码大概也有10几颗种子，就是那种还没有种子还没有裂开之前就发霉烂掉的。所以我这样子实验之后，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刚吃完的种子这个膜要撕掉，把这个膜中间这一条，它中间会有一条沟嘛，就是两半种子合起来中间那一条，那边的膜要全部撕掉之后，把它拿去泡水泡到什么时候？泡到这种种子有这种裂开的缝隙之后，直接把它移到土里面种，这样子是存活率最高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这次就用这一颗的品种是秋可的种子，这是台风天打下来的，但是我们发现它已经长根了。我们今天就用这一颗来示范种植。好，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房子旁边的苗圃那我们现在要来调配要种酪梨的底土。我们这个用法我会用这个先用一点点这个草，我会先用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的这个草去铺在这个盆栽的最底部一点点就好了。然后之后我们会用前面这个，然后前面这个它不算是一般的蚕头，这个是我特别有去其他地方找到的，这个是沙含量很高的，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很黏的那种黏土，这是属于含沙量比较高的土。然后这个我们大概会铺一半，会在这个里面先装一半，就是这种含沙量高的这种沙质土壤，这样子大概把它装一半。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换我们的填充物，看到这个是我自己调的，它是用比较多的这种，就是那种木屑发酵过的木屑去跟土壤做混合，这是使用田里的，就是一般的那种田土，就是它粘质土壤粘质比较高的那种，加上这种木屑去拌的这种腐殖土加上填土的这种我们就是用这个把它填到满，然后大概7分满就够了。因为你种子上去之后，你还要浇水，你上面要留一个空间，让水可以留在这里，然后就直接这边用个凹槽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这一颗种子是因为我刚好有这个来做示范不然平常在栽种的时候，我不会使用这么小颗的种子，会再挑大一点的。对，接下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把它浇水，让这个种子粘在这个土里，这样插着，时间到浇水，它就会自己发芽了。然后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死掉的，然后你看它种子的颜色，这个就是当初我就是直接用这个种子种在这个土里，
然后这个种子很快就感染，发霉了，像这个就没有用了。虽然它已经长出来，但是它那个种子就是烂掉了，它这个烂掉了，这个就是要把它移除，根也是长很长了呢，对吧？也是长很多根了，但是这个干掉，这个没用。然后这一颗还活着，但是它的种子已经坏死了。今天它种子坏死，它的那个成长势啊，就会相对比较慢。像这个跟它旁边这些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但是旁边这个你看，它底部种子完好的，它上面就是比较大，就是长势比较好，比较漂亮啊。它这个它就是叶子比较小。这个就是你要给它更多的时间，靠自己的力量去吸收土壤的养分长大。像旁边这个菠萝蜜啊，这个菠萝蜜这一颗跟后面那一颗，是同一个时期种的，但是它们大小却还是可以差那么多，就是每个个体有不同的差异啊。像这种长不起来的，这个我基本上就不会把它拿来当砧木了，因为你的砧木就是要强壮啊，它本身还是幼苗的时候就这么不敌外在的那个苛刻条件，长得那么小，我就不会把它拿来当头了。这个顶多就是拿来玩练习嫁接啊，或者是那个当补头等它长大可以帮其他树，就是让一棵树有2个头的那一种。对，它旁边这2颗就长得很漂亮，因为它种子完好，而且还又大颗。那这个也是属于大颗种子的，但是它有比较多个分芽。那像这样有分芽的，你可以选择直接把它剪到剩下1根，你也可以等它长大之后削个皮，把它粘在一起，把它靠在一起也是可以。我们嫁接的部分呢，后面会介绍。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种子从它最小到最大的生长情形，我们一个一个看。这个是你刚种的可能第1天啊，或者是第1个礼拜，都会像这样子。完全就是还是原本种子的颜色，然后也没有长出什么新的芽。种子裂开之后，它中间这里有看到这个绿绿的吗？这就是它要长出来的芽。再来是这个，越来越大了，它已经长出来了。然后像这样子，芽会开始变长，然后叶子嫩叶也会像这样子展开，展开之后越长越高，像这样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有时候在有这种小苗的时候，它那个嫩叶我看一下，对，就是会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蚜虫。其实放着不管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反正这个10整苗最后也是拿来嫁接。这2颗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的，但是这个用的是这种5寸盆小盆栽，这个是用7寸的。你看它的长势。就是真的比别人大颗啊！这个是去年的，去年嫁接过2次，就是那个时候没有过这个有一次是用那个芽接，有一次是用切接的，这2次没有过，剪掉之后又长出一个新芽。这个我们今年再把它做第3次的嫁接，砍了3次。这里补充一下。像我们这种刚种下来的种子，我会把它种在这种树荫的下面，以免它种子一开始发芽就被太阳给摧残了。等它长得差不多大概3到5公分，或者是叶子已经出来了，我才会把它转到这边。对，我才会把它转到这边，比较晒得到阳光的这里。那我们的酪梨，它从小苗到长大，就是你把那个种子先泡水再去种，然后它长到一定的大小，可能类似这样子长到这种大小之后，你可以稍微的给它撒一点点的肥料，我们就是挑氮肥比较高的肥料，然后以这个树枝可能1公分吧，宽度粗度大概1公分左右的时候，再嫁接会是最好的。它以这个状态你削下去，里面通常都还是一些那种组织跟水质，就是它的木头还非常的幼嫩
如果以成功率高一点的话，你等它再更大颗一点再嫁接，你的成功率会比较高啊。以这种幼嫩的木头，你要嫁接，其实也是可以，也是有机会成功的，但是就是比较看你去嫁接的那个人的功力如何啊。你那个在削的时候啊，就是要削的比较准，而且你取下来的接穗也要尽可能的符合这个。我们下一集影片再介绍我们的嫁接。我们这个系列就是我们会从种子去一步一步的带到我们酪梨产出的果实，然后我们会分成几集去一一介绍我们酪梨长大的过程。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第一集，我们就是从种子教大家如何从种子种到这种大小。那我们之后会再陆续录制相关的影片。要吃我的水果的话，也可以加入底部的连结。那我是黄龙兄，喜欢我的话，底部可以按赞订阅。那我们就下次再见。